再不下蛋，俺就把你炖了。我学着别的鸡优雅地蹲了下去，突然尾巴一热，坏了，吓出火来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天天嚷着要炖了我的老太太，后来会为了我连命都不要。我更没想到，第9次涅槃缺的从来都不是一把火。我是9天之上的凤凰，只不过现在是鸡圈里的那只赔钱货。本作本是威震八荒的凤凰，在第9次冲击大道境功亏一篑时，狂暴的灵气反噬将我狠狠砸向地面，落地时后脑勺猛击在一块坚硬的黑石上，我那一身威震八荒的修为瞬间溃散的无影无踪，变成了普通鸡圈里的无彩锦鸡。等我再次恢复微弱的意识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布满老茧却透着暖意的手掌，耳边传来一道苍老而惊奇的声音：哎呦，这落凤坡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咋凭空冒出一只五彩锦鸡？瞧这模样，长得可真水灵。我顿时怒火中烧，简直是一派胡言。本座乃是威震八荒的九幽神皇，我张开鸟喙想要怒斥这无知凡人，发出的却是一连串有气无力的咯咯声。就这样，在山脚下拾柴火的孙婆婆毫不客气地捏住我的翅膀，直接将我提溜回了那个破竹棚。自打那天开始，我获得了一个足以让历代九幽神皇集体诈尸的屈辱称呼。自打那天开始，我获得了一个足以让历代九幽神皇集体诈尸的屈辱称呼。铁柱，这宽敞的院落里只住着孙婆婆孤零零的一个人，外加满院子叽叽喳喳的斑斓鸡，而我无疑是这群家禽中最格格不入的存在。破竹棚里的原住民对我这个外来者充满了敌意，一只体型硕大的领头公鸡浑身羽毛倒竖，迈着嚣张跋扈的步伐径直逼近，摆明了是要给我立规矩。我虽然此刻法力全无，但骨子里属于神兽的恐怖威压依然存在。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抬起眼皮，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那公鸡顿时如遭雷击，脚下猛地一滑，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嘴啃泥。自那次交锋之后，我在破竹棚里的地位直线飙升，仅次于每天按时来投喂的孙婆婆。但新的生存危机很快接踵而至，我根本咽不下那些粗糙的五谷杂粮。最初的几天，我还咬牙硬挺着神兽的骨气，后来实在饿得头晕眼花，只能趁着夜色偷偷溜到墙角，去啄食几口勉强带有微弱灵气的野草来维持生命。其他的斑斓鸡每天吃得油光水滑，我却饿得皮包骨头。可偏偏我这一身羽毛生得璀璨夺目，孙婆婆对我这副皮囊是越看越欢喜，只要见到村里人就忍不住显摆。大伙儿快瞅瞅俺家铁柱，这身毛光溜的简直跟上好的绸缎一模一样。我表面上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高冷模样，内心深处却十分受用。这老太太的眼光倒是不错，可除了这身华丽的羽毛，另一件事却成了孙婆婆的心病，那就是我从来不下蛋。破竹棚里的其他母鸡每天都像完成神圣使命般准时打鸣产卵，而我整日里除了闭目养神，就是望着天空发呆。孙婆婆打量我的眼神日渐充满疑惑，终于在一个午后，她一把将我倒提起来，盯着我的尾部端详了许久。真是活见鬼了！明明是个母鸡的架势，咋就憋不出一个蛋来呢？这老太太的举动简直是对我的亵渎。偏偏在这个尴尬的节骨眼上，隔壁的李大娘溜达了过来。孙老姐姐，你家这只鸡白养这么些日子了，连个蛋影都没见着呢。孙婆婆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瞬间长得通红，为了维护面子，只能硬着头皮反驳：快了快了，俺家这只是晚熟的品种。为了能让我早日成熟，孙婆婆开始煞费苦心地给我开小灶，滴了香油的精细小米，甚至连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尝一口的鸡蛋羹。我死死盯着眼前那碗散发着热气的鸡蛋羹，眼角滑落了屈辱的泪水。我堂堂九幽神皇，如今竟然沦落到要靠吃鸡蛋来催促自己下蛋的地步，这简直是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摩擦。孙婆婆可不管我内心的悲愤，粗糙的大手按住我的后颈，直接将我的脑袋按进了那碗鸡蛋羹里。我就这么半推半就地尝到了一丝鲜甜，随后含着眼泪将那碗舔得干干净净。别说，这凡间的烟火味还真挺香。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待遇迎来了质的飞跃。别的鸡只能在破竹棚里挨冻受挤，我却能大摇大摆地走进堂屋；别的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却能舒舒服服地窝在它的怀里取暖。它见人就夸我聪明通人性，可李大娘那张刻薄的嘴，终究还是把一根刺扎进了孙婆婆的心里。长得再漂亮能当饭吃啊？养鸡图的就是下蛋，光吃不下蛋的鸡，
那就是个纯纯的赔钱货。自从听了那番话，孙婆婆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味道。她不再纵容我睡到日上三竿，而是每天天刚蒙蒙亮就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无情地揪出来，直接扔进寒气逼人的破竹棚。她指着旁边刚刚完成产卵任务的母鸡，语重心长地对我进行现场教学。铁柱啊，你可长点心，学着点儿吧。屁股这么往下一撅，一个圆滚滚的蛋就出来了，多简单的事儿啊！我高高扬起头颅，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回敬他。本座是九幽神皇，神皇怎么可能像凡禽一样下蛋？本座孕育的那叫神皇道果。可我受限于这副躯壳，根本无法口吐人言，只能发出一连串充满无能狂怒的咯咯咯声。孙婆婆显然完全曲解了我的愤怒，还以为我是在积极回应她的教导，满脸欣慰地抚摸着我的头顶。这就对了嘛，好好跟着学，婆婆可眼巴巴盼着你的头窝蛋呢。婆婆可眼巴巴盼着你的头窝蛋呢。在生存的压力下，我被迫开启了屈辱的下蛋模拟训练。旁边一只肥硕的斑斓鸡炫耀般地高鸣2声，紧接着尾部微微上翘，一枚带着体温的洁白鸡蛋便顺理成章地滚落进草窝。这动作看起来似乎确实没什么难度。我精挑细选了一个最整洁的草窝，保持着神兽应有的优雅姿态蹲伏下去，开始气沉丹田，努力屏住呼吸，将全身的力量向尾部汇聚。就在我微微抬起尾羽的瞬间，我整只鸟瞬间僵硬如铁，一小簇刺目的火苗毫无征兆地从我的尾羽末端猛地窜了出来。糟糕透顶，那是九幽火！我如今法力尽失，根本压制不住体内残存的这股霸道真火。铺垫的干草在接触火星的刹那便被点燃，整个破竹棚瞬间化作一片火海，鸡群惊恐万状地四处乱窜，浓烟滚滚冲天而起。孙婆婆提着满满一桶井水，发疯般地冲了过来，一边奋力泼水，一边破口大骂：哪个挨千刀的王八羔子在俺鸡窝里放火！当孙婆婆的目光锁定在火源处，也就是我那被烧得焦黑的半截尾羽时，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她一把掐住我的脖子，将我从一片狼藉的废墟中提溜到半空。此刻的我活像刚从灶堂里扒拉出来的黑炭，她死死盯着已经吓傻的我，气得浑身直打哆嗦。你个不懂事的家伙，不下蛋也就算了，你这是要把俺这老骨头的家底儿都折腾没啊！那是本座降临九州大陆青牛村后第一次挨揍。他抄起一把破旧的扫帚，象征性的在我的屁股上抽打了2下。肉体上虽然感觉不到什么疼痛，但精神上的侮辱性却堪比天塌地陷。堂堂九幽神皇，竟然被一个凡间老人打屁股。可当我看到孙婆婆被浓烟熏得满脸黑灰，却还满眼心疼的挨个检查那些受惊的斑斓鸡时，我胸腔里翻腾的怒火竟奇迹般的平息了。罢了，这次确实是本神鸟理亏在先。时光荏苒，3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我依旧连个蛋壳都没憋出来，饭量倒是与日俱增。终于在一个阴沉的下午，孙婆婆站在破竹棚门口，目光幽深地盯着我看了许久，随后她一言不发地转身进了灶房。等她再次走出来时，手里赫然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菜刀。铁柱啊铁柱，你自个儿摸着良心瞅瞅，你每天吃的比谁都多，模样长得比谁都俊俏，咋就偏偏是个不下蛋的废柴呢？他一边絮絮叨叨的抱怨，一边将菜刀按在磨刀石上，用力打磨，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霍霍声。今天太阳落山之前，你要是再憋不出一个蛋来，咱们娘儿俩的缘分就算是走到头了。俺家祖传的柴火烧鸡可是一绝，想来拿这手艺炖鸡，味道也绝对差不到哪儿去。我那颗高傲的神皇之心瞬间凉透了半截，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求生的本能彻底碾压了神兽的尊严。我再次模仿起旁边那只正在产卵的母鸡，将全身每一块肌肉都紧绷到极致，带着悲壮的表情高高抬起屁股。我真的已经拼尽全力了，可那神皇道果真不是想下就能下的。眼看着西边的太阳一点点沉入地平线，那把被夕阳映照的雪亮的菜刀晃得我浑身的羽毛都竖了起来。千钧一发之际，我脑海中灵光一闪，双眼猛地往上一翻，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当场表演了一个暴毙身亡。孙婆婆明显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赶紧扔下菜刀，将我抱回了屋里的热炕上。她伸出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戳了戳我的身体。你这该不会是真被俺给气死了吧？我僵硬着身体，一动也不敢动，连眼皮都死死地闭紧。她颤抖着探了探我的鼻息，又摸了摸我胸口微弱的心跳，这才如释重负地长叹了一口气。还炖啥炖啊？不下蛋就不下蛋吧，咋还学会跟俺装死了呢？养了你这么些日子，俺哪里还舍得真下刀子？再说了，你这身漂亮的油软的毛，要是拔了，那得多可惜呀！听到这番话，我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安稳落地了。原来这老太太就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可紧接着，她又用一种极度落寞的声音低声呢喃。俺那苦命的闺女，要是能活到现在，
肯定也稀罕你稀罕的紧。直到那个寂静的夜晚，我才真正了解了他的过往。原本也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老伴老孙头前些年去深山采药，不幸失足，跌落万丈悬崖。他那乖巧的闺女长到几岁时，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夺去了生命。所以这座空荡荡的小院里，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和这一群叽叽喳喳的鸡。难怪他总是喜欢把我抱在怀里，絮絮叨叨，明明嘴上恶狠狠地喊着要吃肉，却始终舍不得真的伤我分毫。那个夜晚，我异常温顺地趴在他的膝头，平生第一次觉得在这九州大陆青牛村里做一只被他当成鸡来宠爱的神皇，似乎也是一种不错的修行。可我内心的柔软还没维持多久，一场飞来横祸就主动找上了门。村里横行霸道的地痞赵刀疤带着几个狗腿子，气势汹汹地堵在了院门口。赵刀疤抬起一脚，狠狠踢开了小院的门。孙寡妇，老子今天最后再问你一遍，这块地你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孙婆婆那瘦小干瘪的身躯死死挡在前面，就像一只拼死护卫幼崽的老母鸡。不卖，这是俺当家的留给俺的最后一点念想。你就是给座金山，俺也不卖。哼，别给脸不要脸！谁不知道你家老孙头活着的时候就是个没用的废物，摔死在山里那是他活该。你一个克夫克子的寡妇，守着这几亩破地，还能种出金元宝来不成？你这个，不许你弄脏俺当家的名声！不许你弄脏俺当家的名声！老子今天就骂他了。你能拿老子怎么着？赵刀疤满脸都是令人作呕的嚣张，猛地向前跨出一步，狠狠一把推在孙婆婆单薄的肩膀上。孙婆婆脚下一个不小心，重重地摔倒在坚硬的泥地上，额头磕在一块尖锐的石头上，鲜红的血液瞬间涌了出来。我目眦欲裂地惊叫出声，但喉咙里发出的依然是那滑稽的家禽叫声。赵刀疤循声望来，一眼就盯上了我。哟呵，这只斑斓鸡长得倒是挺肥实，正好抓回去给兄弟们下酒。他脸上挂着狰狞的冷笑，大步流星地朝我逼近，伸出蒲扇般的大手就要抓我的翅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婆婆连额头上的血都顾不上擦，猛地从地上窜起来，一把抄起地上的菜刀，死死地挡在了我的身前。这是俺家的铁柱，今天谁也别想从俺手里把它抢走。那一瞬间，我彻底被震撼了。我本以为在这生死关头，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这个不下蛋的赔钱货交出去破财免灾。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为了保护我，不惜拿命去跟这群凶神恶煞的地痞拼命。赵刀疤被那把明晃晃的菜刀逼得后退了一步，顿时觉得颜面扫地，恼羞成怒地咆哮起来：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孙寡妇，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都给老子上！把那只鸡给老子抢过来！老子倒要看看他一把老骨头能翻出什么浪花来！谁敢动俺家铁柱一根汗毛，俺今天就跟他同归于尽！看着他那瘦骨嶙峋却宛如山岳般护着我的背影，一股前所未有的暖流在我的四肢百骸中疯狂涌动。紧接着，这股暖流化作了焚天灭地的滔天怒火，区区几个凡间蝼蚁也敢动本座罩着的人。我猛地扬起头颅，发出一声穿云裂石、高亢入云的清脆长鸣，那声音中带着属于神兽的无上威严，绝对不可能是任何家禽能发出的动静。伴随着这声长鸣，一道细微的几乎肉眼难辨的金色火星从我的鸟喙中喷射而出，在空中划过一道诡异的弧线，精准无误地落在了赵刀疤那精心修剪的八字胡上。只听呼的一声，他的胡子瞬间被点燃了。啊！烫死老子了！老子的胡子着火了！两个狗腿子吓得魂飞魄散，手忙脚乱地扑上去帮他拍打灭火。孙婆婆举着菜刀，整个人都看傻了。她呆呆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在地上满地打滚哀嚎的赵刀疤，嘴里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老天爷显灵了，老天爷这是开眼了！赵刀疤好不容易扑灭了脸上的火苗，连滚带爬地从地上挣扎起来，指着我发出杀猪般的叫。啊！怪物！这只鸡是个怪物！扔下这句话，他连头都不敢回，带着两个狗腿子连滚带爬地逃出了院子。孙婆婆手里紧握的菜刀哐当一声掉落在地，我赶紧扑腾着翅膀飞奔到她身边，用毛茸茸的脑袋心疼地蹭着她的裤腿。孙婆婆完全没有理会自己额头上还在流血的伤口，而是一把将我紧紧地搂进怀里，那双粗糙的手还在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着。铁柱，你没事吧？刚才没吓坏你吧？
我轻轻摇了摇头，用脑袋温柔地蹭了蹭她的脸颊。孙婆婆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随即眉头又紧紧地皱在了一起，满脸困惑地盯着我的眼睛。铁柱啊，刚才那把火真的是老天爷放的吗？我顺水推舟地装起了哑巴，总不能大咧咧承认那把火是本座土的吧？万一这老太太真把我当成要挟架在火上烤了呢？自打那场闹剧过后，她彻底断了逼我下蛋的念头，不仅伙食标准直线上升，还特意在破竹棚里给我辟了个铺满软草的豪华单间，嘴里念叨着怕那些粗鄙的斑斓鸡弄坏了这身华丽的羽毛，惹得那群家禽只能在角落里干瞪眼。转眼间凛冬将至，寒风把那群斑斓鸡冻得挤成一团，瑟瑟发抖。本座起初窝在自己的专属领地里，对这群即将冻僵的凡禽嗤之以鼻，可他们凄厉的惨叫声实在扰人清梦。无奈之下，我只能放下神兽的架子，挪动尊臀挤进鸡群中央，释放出一丝体温。本座堂堂九幽神皇，区区凡间风雪怎能近身？于是乎，我白天是破竹棚里说一不二的霸主，夜里就成了这群家禽的恒温火炉。孙婆婆很快察觉到了异样，这个严冬竟没有一只鸡被冻毙。她隔着竹栅栏，目光惊奇地打量着被群鸡如众星捧月般簇拥在中心的我。这凡人哪里晓得，每晚给这群家禽散发热量，于我而言，竟也是一种破而后立的修行。我能清晰地感知到，体内那一丝枯竭的神皇本源正在悄然复苏。本以为只要苟住发育，重回巅峰不过是时间问题，可那个贼心不死的赵刀疤压根不打算让我们安生。院里的水缸在深夜被人砸得粉碎，刚冒头的青菜被踩成了一地烂泥，连灌溉用的水渠都被人用石头死死堵住。眼下正是春耕的要紧关头，断了水源的麦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黄下去。孙婆婆急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每天顶着星星出门挑水，夜里拖着疲惫的身躯瘫坐在昏暗的灯下，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老孙头啊，是俺没本事，连你留下的这最后一点念想都护不住了。他压抑的啜泣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凉，每一声都像一把刀子在割我的心。我默默挪到他的脚边，用毛茸茸的脑袋轻轻蹭着他粗糙的裤腿，试图给他一丝安慰。他颤抖着摸了摸我的头，铁柱，还是你最贴心，有你陪着，俺这心里总算还有个活物能说说话。就是在这个瞬间，本座平生第一次生出了如此强烈的渴望，我必须尽快恢复修为。打那之后，每逢夜深人静，我便悄悄溜出屋子，吐纳天地灵气。皎洁的月色下，我单足傲立于土墙之巅，双翼舒展，试图牵引9天之上的火系灵韵，姿态可谓是超凡脱俗。然而，帅不过3秒，这具凡禽的躯壳根本承受不住灵气冲击，我直接大头朝下栽进了泥坑里。更要命的是，我那尚未稳固的神皇本源极不稳定，稍不留神就会从鸟喙里喷出9幽火的火星。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院墙根的柴火垛硬生生被我给点燃了。孙婆婆连鞋都顾不上穿，拎着水桶发疯般的冲出来扑救。火势平息后，她顶着满脸的黑灰，一把将我从地上提溜了起来。我心虚地耷拉着脑袋，做好了迎接狂风暴雨般责骂的准备。谁知她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你这个小讨债鬼，俺上辈子肯定是欠了你的。”他心疼地把我抱进怀里，借着月光仔细检查我有没有被火燎伤，用粗糙的手指一点点抹去我羽毛上的灰烬。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咋还跟着添乱呢？我把脑袋深深埋进他温暖的臂弯，心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婆婆，我不是在捣乱，我是想护着你啊。经历了这次教训，我再也不敢在院子里瞎折腾了，只能趁着白天溜进落凤坡深处，企图寻觅些能滋补神皇本源的天才地宝。皇天不负有心鸟，在苦苦搜寻了数日后，我终于在一处陡峭的悬崖缝隙里嗅到了2株9幽赤眼草的气息。这玩意儿放在我全盛时期，连看都不会看一眼，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无异于救命仙丹。我拼尽全力攀上绝壁，一口吞下其中1株，将另1株死死衔在嘴里，连滚带爬地朝着山下狂奔。天黑之际，孙婆婆正倚在破旧的柴门前焦急地张望，瞧见我灰头土脸地窜回来，她先是愣在原地，随即气急败坏地冲上前，一把将我搂进怀里，眼眶瞬间就红了。你跑哪儿野去了？你想把俺的心给急死啊？俺还以为你被山里的野兽给叼走了呢。确认我连根羽毛都没少后，他的视线才落在我嘴里叼着的那株灵草上。老天爷啊，这么水灵的9幽赤眼草！铁柱，这宝贝是你从山里刨出来的？我高傲地扬起脖梗，咯咯叫了2声，用脑袋将那株灵草往他怀里拱了拱。孙婆婆双手捧着那株散发着微光的赤眼草，激动的浑身都在发抖。
这要是拿到庆阳镇上去换成银钱，修水渠的钱有了，还能买头壮牛，连这破房子都能翻修一遍了。他兴奋地抱起我，在我脑门上狠狠亲了一口。铁柱啊，你可真是俺命里的福星！看着他脸上久违的灿烂笑容，我这颗神兽的心也跟着雀跃起来。然而命运的玩笑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这株本该改变命运的灵草，却成了一道催命符。次日天刚蒙蒙亮，孙婆婆便小心翼翼地将赤眼草贴身藏好，动身前往青阳镇。临行前，她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后颈，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期盼。铁柱乖乖看家，等俺回来给你带肉包子吃。我蹲在低矮的门槛上，目送他单薄的背影消失在晨雾中，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等有了银钱做后盾，本座就能心无旁骛地凝聚神皇本源，迟早带着老太太吃香喝辣。可谁曾想，等来的却是脸色惨白的李大娘。她慌慌张张地跑进院子，抓起一把谷子撒在地上。铁柱啊，你家孙婆婆出大事了！庆阳镇的百草阁非说他偷了店里的镇阁之宝，说是人赃并获，直接给扭送到镇守府的黑牢里去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那株赤眼草明明是本座亲自从悬崖上采下来的，李大娘气得直拍大腿。那个杀千刀的赵刀疤当时也在场，就是他跳出来做伪证，一口咬定亲眼看到孙寡妇偷东西。铁柱啊，你家婆婆临走前还特意交代俺，说你嘴刁不吃粗粮，让俺去后山拔些野草喂你。他到了这步田地，心里还惦记着你只鸡呢。听到赵刀疤的名字，我体内那刚刚积攒起的一丝神皇本源，在滔天怒火的催动下瞬间沸腾，化作一道流光，直奔青阳镇的方向狂飙而去。身后只留下李大娘惊慌失措的呼喊：铁柱，你往哪儿跑？你要是再丢了，孙婆婆连活下去的指望都没了。镇守府那朱漆大门外，我刚落地就听见赵刀疤那令人作呕的谄媚声。舅舅，这次真是劳烦您老人家出手了。这孙寡妇就是个死脑筋，她在黑牢里咽了气，那几亩地自然就归了外甥。到时候我把她院里那只毛色鲜亮的斑斓鸡炖了孝敬您。听到这番恶毒的算计，本座彻底暴走了，一声穿透云霄的神皇轻啼，硬生生撕裂了这具凡情躯壳的束缚，滚滚热浪如同海啸般朝着镇守府的大门席卷而去。守门的2个衙役被这股恐怖的威压直接掀翻在地，我化作一道残影冲进阴森的黑牢，在最深处的一间牢房里找到了孙婆婆。她蜷缩在潮湿的角落里，花白的头发凌乱不堪，粗布衣衫沾满了污泥，额头上之前磕破的伤口已经红肿化脓。听到外面的动静，她艰难地抬起头，浑浊的眼泪夺眶而出。铁柱，你咋跑到这吃人的地方来了？快跑，快离开这儿！是赵刀疤那个畜生设的局，你快躲进深山里去，千万别被他们逮住！死到临头了，这傻老太太心里装的竟然全是我这只鸟。我缓缓后退半步，死死锁定那把生锈的玄铁大锁。今天就算是拼着神皇本源彻底枯竭，本座也要把这破牢笼烧成灰烬。就在我准备喷吐九幽火的刹那，一道冷冽如冰的声音从幽暗的通道尽头传来：都给本世子退下！火把的亮光瞬间驱散了黑暗，伴随着整齐划一的脚步声，一名身着玄色锦袍的青年在众人的簇拥下大步走来。他腰悬长剑，周身萦绕着一丝极其微弱却纯正无比的真龙之气。事后我才知晓，这位是镇北王世子萧寒，本就是为了调查黑风崖一带的灵气暴动，才微服私访至此。我刚才那一嗓子神皇提名，恰好把这尊大佛给引了过来。他锐利的目光扫过牢房，落在我的身上时，明显停滞了半秒。我心头猛地一跳，瞬间将外泄的神皇气息尽数收敛，重新伪装成一只瑟瑟发抖的斑斓鸡。接下来的局势反转得令人啧舌。这位雷厉风行的镇北王世子，仅凭3言2语的盘问，就把百草阁掌柜赵刀疤以及那个镇守使舅舅的都询问得一清二楚。所谓的赃物根本就不是同一品种的灵草，这出人赃并获的戏码，彻头彻尾就是一场谋财害命的连环局。铁证如山之下，这桩冤案当场就被翻了过来。待那群作恶多端的败类被如狼似虎的甲士拖走后，萧寒径直走到我的面前，缓缓蹲下身姿，深邃的眼眸与我平视，一道浑厚的神念直接在我的脑海中炸响。小家伙，让你受惊了。真没想到，在这偏僻之地，竟能遇见传说中的神皇一族。我浑身的羽毛瞬间炸立，如临大敌般死死盯着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青年。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敌意，
嘴角勾起一抹温和的笑意。神皇阁下切莫紧张，萧某绝无加害之心。原来这位世子的母妃身负真龙血脉，天生便能敏锐地捕捉到神皇气息。萧寒抛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提议，只要我肯随他返回镇北王府，府内的天才地宝和灵泉秘境任我取用，助我重塑神皇本源。至于孙婆婆，她承诺会赐予良田大宅，保她余生享尽荣华富贵。平心而论，在那个瞬间，我真的动摇了。只要点下这个头，我就能以最快的速度重返巅峰，再次翱翔于9天之上。可当我转过头，目光触及孙婆婆那张刻满岁月、沧桑却又无比亲切的面庞时，心脏深处猛地抽搐了一下。这个在生死关头连自己命都不要，却拼死护着我周全，我已经离不开他了。我缓缓摇了摇头，调动起仅存的一丝神念，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多谢世子美意，但本座选择留在这里守着他。萧寒的眼底闪过一丝错愕，但他并未强人所难。临行前，他将一枚雕刻着龙纹的玉佩悄然塞进我的羽翼下，嘱咐我若遇难处，可凭此信物去九州商会调动资源，并承诺会留下暗卫，在暗中护卫青牛村的安全。走出那座阴森的镇守府时，孙婆婆整个人恍恍惚惚的，仿佛踩在云端上做了一场大梦。回到那个熟悉的破竹棚后，她干的第一件事，竟然不是去清点世子赏赐的押金银两，而是跑到灶房烧了满满一大锅热水，准备给我接风洗尘。安家铁柱在那阴暗潮湿的鬼地方待了那么久，肯定沾了一身的晦气。他一边用温水仔细擦拭着我凌乱的羽毛，一边忍不住吧嗒吧嗒掉眼泪。都怪俺这双眼皮子太浅，非要贪图那点银钱去卖什么灵草，差点连累你也跟着俺把命搭进去。我惬意地半眯着眼睛，享受着这独一份的搓澡服务，心里哪有半点怨恨。凡人为了生计奔波，劳碌本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撑起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有了世子赏赐的那笔丰厚银两，我们的日子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房子翻了新，被赵刀疤霸占的良田不仅收了回来，院子里还多了一头膘肥体壮的大青牛。而我这个曾经被全村人嘲笑的不下蛋的赔钱货，摇身一变成了青牛村村民口中津津乐道的镇宅神机。然而安稳的日子总是短暂的，真正的浩劫正在悄然逼近。我的神皇本源恢复得犹如龟速，撑死了也就是能比以前飞得更高些，吐出的九幽火能多烧2根柴火罢了，距离重塑金身还差着108000里。直到那个风云突变的午后，我正趴在落凤坡深处的寒潭边吞吐灵气，心脏猛地一阵剧烈悸动，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顺着风向飘了过来。不对劲，这是极其纯粹的深渊魔气。我拼命扑腾着翅膀窜上参天古树的树冠，极目远眺，只见黑风崖的上空乌云密布，漆黑如墨的魔气犹如实质般翻滚沸腾，整座山脉的飞禽走兽都在发疯般的朝着山下狂奔。这绝不是什么不入流的妖邪作祟，是有绝世大魔要破风而出了。我心头猛地一沉，孙婆婆今天一早说是去青阳镇采买布匹了，千万别出什么岔子。我调转方向，像一颗炮弹般朝着山下俯冲而去。飞到半山腰时，我一眼就锁定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孙婆婆被这个破旧的药篓正艰难地攀爬在陡峭的山坡上，她哪里是去了什么青阳镇，分明是又背着我偷偷溜进深山，想给我寻摸些滋补本源的灵草。而在她身后不远处的灌木丛中，一只被深渊魔气彻底侵蚀的幽冥魔狼正流淌着腥臭的咸水，死死盯住了她的后背。就在那头魔狼后腿猛地发力，张开血盆大口直扑孙婆婆后颈的千钧一发之际，我胸腔里的怒火彻底引爆了，一声穿透九霄的清越长鸣终于毫无阻碍地从我的喉咙里喷薄而出。这一次不再是滑稽的鸡叫，而是货真价实的神皇之音。我的躯体在半空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拉长，华丽的羽翼猛然舒展，遮天蔽日，璀璨夺目的七彩流光从每一根羽毛的缝隙中轰然炸裂。即便这仅仅只是凝聚了半成的真身，距离我全盛时期的威压还相去甚远。但在这一刻，本座终于重新做回了那只睥睨天下的九幽神皇。那头幽冥魔狼刚与我对上视线，便吓得夹紧尾巴落荒而逃。我化作一道璀璨的七彩流光，轰然降落在孙婆婆的身前，巨大的羽翼猛然张开，将她死死护在我的羽翼之下。她背着的药篓重重砸在地上，辛苦采摘的草药散落一地，老太太整个人都僵住了。铁柱，是我啊，婆婆。您看我现在这副模样够不够威风？她愣了足足半晌，才回过神来，颤抖着伸出手抚摸我华丽的灵羽，浑浊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你真不是一只斑斓鸡呀！
你有这么大的通天本事，干啥还要窝在俺这破竹棚里受苦啊？我刚想开口安抚他几句，黑风崖的方向骤然炸开，一声撕裂苍穹的怒吼。是谁胆敢诛杀本尊的魔奴？糟了，真正的狠角色登场了！遮天蔽日的滚滚黑云中，一尊头生双脚、浑身缠绕着深渊魔气的怪物碾压而来。他那双猩红的魔眼瞬间锁定了我。竟然是一只尚未孵化的九幽神皇，真是天助本尊！本尊被封印了千年岁月，正需要神兽本源来重塑魔躯。小东西，乖乖成为本尊的负重餐吧！仅凭那股令人窒息的威压，我就知道这绝不是现在的我能抗衡的恐怖存在。可孙婆婆还在我的身后，我怎能退缩半步？千钧一发之际，两道凌厉无匹的剑芒撕裂长空。镇北王世子萧寒率领着精锐暗卫从天而降，他手中长剑悍然挥出，伴随着高亢的龙吟之声，硬生生将那深渊魔尊逼退了半步。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以他凡人之躯根本撑不了几个回合，而我那点可怜的神力更是捉襟见肘，我只能猛咬牙关，双翼卷起地上的孙婆婆，顺势将苦苦支撑的萧寒也一并裹挟其中，压榨出最后一丝神皇本源，施展了空间遁术。砸进破竹棚院落的瞬间，我体内力量彻底枯竭，再次缩水成了那只灰头土脸的斑斓鸡。破旧的院落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从那天起，萧寒干脆在村里扎了营。他坦言已向镇北王府发出了求援密信，但为了防备那深渊魔尊卷土重来，在援军抵达之前，他必须死守在此地。我则趁机躲在窝里疯狂疗伤，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当年渡劫前神皇一族大长老留下的那句深奥真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火不灭，即可永生。简直是晦涩难懂。自从知晓了我的真实身份，孙婆婆反倒变得拘谨起来，再也不提让我下蛋的茶，连那把用来吓唬我的扫帚都藏了起来。她生怕惊扰了我调息，连走路都踮着脚尖。萧寒每天都会命人送来蕴含灵气的珍馏美味，可对于急需重塑金身的九幽神皇而言，这点灵气不过是杯水车薪。我深知破局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觉醒神皇本源，然而还没等我参透那句真言的玄机，深渊魔尊便再次杀到了。万幸的是，那天清晨我特意暗示萧寒，找借口把孙婆婆支去了青阳镇。我本以为没有了后顾之忧，就能放开手脚与这魔头死磕到底。可当深渊魔尊降落在院子里，瞥见蹲在地上毫无威风可言的我时，竟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前几天还勉强算只神鸟，今天怎么又退换成家禽了？萧寒面沉如水，横剑挡在我的身前。陈皇阁下请退后，萧某先来领教高招。就凭你一个凡人也想当本尊，别白费力气了。本尊这就送你们一起上路。就在那滔天魔气即将吞噬我们的刹那，院门突然被人粗暴地撞开，孙婆婆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不许你伤害俺的铁柱！不许你伤害俺的铁柱！铁柱，你又把俺支开，俺老婆子活够本了，才不怕你！我整只鸟都懵了，你一个凡人跑回来送死吗？这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深渊魔尊啊！可下一秒，这个干瘪瘦弱的老太太竟然真的张开双臂，死死挡在了我的身前。你这个丑八怪，休想动俺家铁柱一根汗毛！他猛地举起那把生锈的柴刀，拼尽全身的力气朝着深渊魔尊狠狠砸去。那把破铜烂铁甚至都没能靠近魔尊3尺之内，就被恐怖的护体魔气搅成了齑粉。不知死活的蝼蚁！魔尊冷哼一声，但他根本没有察觉到，就在柴刀碎裂的瞬间，一滴殷红的鲜血从孙婆婆被划破的指尖飞溅而出，精准地落在了我的羽毛上。就是这滴微不足道的凡人之血，在渗入我体内的那一刹那，竟化作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暖流，直接引爆了我血脉最深处的力量。那是我与孙婆婆在这破竹棚里朝夕相伴，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最纯粹的羁绊。我终于顿悟了，重塑神皇本源缺的从来不是什么天地灵气，而是那份誓死守护的决绝之心。深渊魔尊，你千不该万不该动了，本座是要庇护的人。我这具斑斓鸡的躯壳在璀璨的金色烈焰中寸寸崩解，化作漫天飞舞的流萤，一个更加霸道、更加完美的灵魂正在烈火中重塑金身。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这种绝境下引动九幽火？可怜的爬虫，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以九幽神皇之名，赐你形神俱灭。重塑金身后的力量简直令人沉醉，九幽火倾泻而下，那不可一世的魔尊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便在这世间被彻底抹除了痕迹。我缓缓收敛起漫天神威，从9天之上飘然落下，重新凝聚成了修长挺拔的人形姿态。我迈着平稳的步伐走到孙婆婆面前，婆婆，她整个人都看呆了，她猛地打了个激灵，浑浊的眼眸里才渐渐有了光彩。铁柱，你咋变成这么俊俏的后生了？婆婆，我不叫铁柱，我是九幽神皇。恭贺神皇阁下重塑金身，修为更胜从前。此次多谢世子。那天傍晚，孙婆婆张罗了一大桌子农家菜，她局促地搓着衣角，目光在我和桌上的碗筷间来回游移。神皇大人，你现在都是天上的神仙了，还能咽得下俺做的粗茶烂饭吗？只要是婆婆做的，我都爱吃。那就多吃点儿，慢点嚼，千万别噎着。后来，萧寒处理妥当了此地的残局，便正式向我辞行。临行前，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神皇阁下日后若有闲暇，务必来镇北王府，让萧某尽一尽地主之谊。说罢，这才御剑破空而去。破竹棚里又只剩下了我和孙婆婆。她试探着小声问道：“神皇大人，你还能变回俺家铁柱不？”我凝视着她饱经风霜的脸庞，心头涌起一阵暖流。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比起眼前这个高高在上的神明，他更惦记的是那只会被他数落、会惹是生非、会陪他解闷的斑斓鸡。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周身光芒一闪，瞬间又变回了那只羽毛油光水滑、昂首挺胸的斑斓鸡，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俺的乖铁柱，还是你这副模样，俺抱着最踏实。自那日起，我白天依旧顶着铁柱的名号，陪他下地干活，去镇上赶集。只不过现在，我随便打个喷嚏，地里的庄稼就能疯长一截。青牛村的村民们从最初的惊骇，渐渐变得习以为常。落凤坡的灵气愈发充沛，井里的泉水甘甜如蜜，整个村子也跟着繁荣昌盛起来。时光荏苒，转眼便是40载春秋。那个初春的清晨，他像往日一样给我拌好了掺着灵草的大米，却没有像往常那样絮絮叨叨，只是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目光柔和地注视着我，轻声呢喃：“铁柱啊，俺昨晚梦见老孙头了。”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还是年轻时候的模样，站在村头的石桥上冲俺招手呢。俺还瞧见了俺家大丫，他们都在等俺。他嘴里念叨着，不满老年般的脸上竟浮现出释然的笑意。铁柱，俺该走了，对不住啊，以后没法再给你拌大米了。我瞬间化作人形，双膝重重跪在他的面前，死死攥住他冰凉干枯的手掌。他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抬起手背，轻轻拭去我脸颊上的泪痕。傻孩子，哭啥子嘛？能有你陪着俺走过这几十年，俺这辈子算是活够本了。自从在山里捡到你，俺就成了这九州大陆最享福的老太婆。你别生俺的气，当初俺总拿炖鸡汤吓唬你，那都是嘴上痛快，俺哪里舍得动你一根毫毛。下辈子你还来俺家陪我可好？我深深地低下头，一滴滴眼泪砸在孙婆婆的手背上。孙婆婆缓缓合上了双眼，嘴角挂着满足而宁静的微笑。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无风自动，枯黄的落叶簌簌飘零，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送别。我将它安葬在了落凤坡的向阳处，就葬在老孙头和大丫二狗的坟冢旁边。神皇阁下，听闻您威震九州，法力通天，不知这世间可还有能让您心生畏惧的事物？有啊，我怕有人逼我下蛋。